这个都是石头的。感谢飘扬的风，感谢咱们的一品轩茶叶。你今天说的那个桃花源在华阴哪里呢？路线给大家说说，你是需要爬山呢，还是需要坐缆车呢？今天上苍龙岭去，昨天没有去。这个地方不是老虎口，老虎口只能看，它是去不了的。如果你去到老虎口里面，就被老虎给吃了，还保密着。那暂时就留个悬念。感谢遇见华山。对，爬山的话只有一条道，你就从玉泉院那边上来就可以。是的，你从玉泉院直接走上来就可以了，就那一条道，也叫做自古华山一条道，就是爬山的道路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往上走。桃花源在渭南，渭南是有一个叫做桃花源的景区，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，应该是去年吧，去年去过一次。我们是一家人。好的。欢迎大家。如果说有来华山的，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都可以关注我，随时的都可以问我。感谢咱们的亥华山，北峰现在可以徒步上去的，可以徒步上山的。对，进来的朋友给咱们边看直播边点赞，感谢大家。右下角就是点赞呢，左上角是点关注呢。我现在才知道右下角点赞的话，好像那个可以翻倍的。欢迎大家。你看今天的目的地在哪里？就在这个上面，在这个苍龙岭的上面。这个是华山的第3线，天险苍龙岭。从西峰可以徒步下山吗？从西峰可以徒步下山的，前提是你要走到华山的北峰，从北峰这边走下去，这个也叫徒步下山的。从西峰的话，它不能直接走下去的，明白没有？只能先到华山的北峰，再走下山。感谢忘忧草8899，感谢韩。对，这个台阶的话，它就是在这个山体上开凿出来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5月份去还会冷吗？如果是晚上的话，稍微有点冷；白天的话肯定不会冷。5月份的话，肯定都穿的是短袖。感谢张红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缆车上下，华山的北峰缆车上下的话，它是150。欢迎冰封唯一管理。怎么荒草丛生？这个因为是冬天，这个还没有发芽呢。你看，注意看，看到没有？那些有些小草它已经都发芽了。徒步的话，还是要从北峰下。是的，如果你想走下山，必须经过华山的北峰。不管是东峰、南峰还是西峰，都是不能直接走下山的，只能先到华山的北峰，从北峰这边可以走下山。不是晚上不让上山吗？主播抖音里面有群的，加油！你还没有加入吗？如果没有加入的话，你一会儿给我发个私信，我把你拉进去。你这都已经7级了，也是经常看咱们直播呢。如果说你要晚上爬山的话，必须是赶到下午的4点钟以前进到山里面，然后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了。你想走上10个小时都可以。一天转完的话，这个时间比较紧张。感谢咱们的亥华山，感谢。你也没进是吧？没进的没关系，一会儿给我发私信，我把你们拉进去。你看榜2的话是咱们的苏黎姐，是咱们的管理，或者给她发私信，她可以把你们也拉进去，都可以。哎呀，休息一下。这个每天走每天喘，应该都是这样吧。缆车的话，它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。哪天从北峰直播走下去？已经从北峰都走下去过好几次了。最近的话准备住到山上，晚上的话让大家看一下华山的夜景。抖音群没有进，因为主页里面看不出来。
一会儿我把那个群放到主页里面，大家就能看到了。感谢咱们的滨峰唯一管理。让我休息1分钟，咱们走这个天梯直接走上去。还没有到顶呢，看你说的是哪个顶？刚刚从华山的北峰走过来。是的，天梯这个基本上是垂直90度的。山上可以住宿的，感谢咱们的亥化山，这个不是新开发的路。你看现在屏幕里面看到的这个天梯，这个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，这个是最原始的。然后镜头的慢慢的往过转，你看左边还有一个天梯，这个是后来开的，后来重新修的。还有一个木头的楼梯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木头的楼梯，这个是前几年才修的。比如说遇到腿脚不好的，或者胆子比较小的，或者老年人小朋友，不敢走这个天梯的，就都可以从旁边绕过去的。华山海拔多少？华山最高的山峰，它是华山的南峰，2154.9米。感谢往事随风，也不去所说的那么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害怕的。奇险天下第一山，它有危险的地方，也有比较好走的地方。就像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华山的天梯，也是北峰这边最危险的一段路。现在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走上去看一看，走这个天梯是个什么感觉。进来的朋友们，你看刚才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认识咱们的榜3亥化山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就像刚才有人咨询住宿什么的，你都可以直接问他，可以通过他给你预定，都是有优惠的。咱们的榜一品轩茶叶，大家有时间可以点到它的主页里面可以看一下。拍摄的视频风景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美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关注点上。这个月3月8号是38妇女节，缆车有活动的。华山的北峰缆车是，如果你3月8号来穿的汉服的话，它就是免费坐缆车呢。感谢乔，感谢渐入佳境。淡茶是吧？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榜3亥化山，你直接去问他。对，他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。欢迎大家。欢迎心想事成加入粉丝团，感谢富平大哥，一听这个名字肯定是富平人。感谢菊，爬山上去下来有缆车，有呢。你怎么就看不到我说的榜1、榜2或榜3呢？在右上角呢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没有孔庙的，华山上没有孔庙，华山上都是道教的道观。好的，注意安全，没有问题的。是的，榜3的话，元宵节送出了很多索道票，我就有5张，但是已经报废了。华山上不产茶叶的，山上没有茶叶。从这个天梯已经走上来了，这已经是从华山的北峰顶走过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对，38只是华山的北峰，穿汉服的话，它是免索道票的。是的，感谢蓉儿，体力太好，还行吧。好像是整块石头做的。是的，这个山体台阶都是在这个石头上、山体上开凿出来的。拍照也要注意安全呢。你们是从西峰一路走下来的。欢迎大家，走，跟着我继续的往上走。所以说上去的时候感觉还行，如果你下来的话，看着就是比较危险的。大家帮忙看一下那4个字怎么读呢？今天人少，是的，最近这几天的话，游客朋友都不是很多的。大家有没有人认识这几个字的？感谢听说，欢迎芦苇加入粉丝团，欢迎舍得才有得。这句话说的不错，先要舍得他才会得到的。欢迎让心归零加入粉丝团，欢迎秋。你看有很多人问为啥要加入粉丝团呢？
因为咱们直播间的话，你加入粉丝团的话，我可以根据你们的粉丝等级，就知道你们看咱们这个看直播时间的长短。对，比如说粉丝等级越高的，我就能判断来这个人肯定是咱们的铁粉，经常看的，这个等级它会不停的升高。感谢 Forever 唾手燕云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是唾手燕胜还是燕云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。欢迎战唯一。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，欢迎大家。对，大家可以加咱们的粉丝团嘛。等你的粉丝等级超过10级的话，如果你来华山的话，我会亲自接待你，带着你上华山的，全程陪同，只要你能走。这边的肯定都认识，这个是华岳仙境，西岳华山就叫做华岳。你加了，好的，我看到了哦。你们加的话，我都会看到的。对，上天梯，咱们刚刚从天梯这边上来的。你老孟小弟直播了，快乐过好每一天。我这个直播都快1年时间了，唾到手上能把云海了是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个太有意思了。感谢凡事感恩，是不是很累？还行，不是很累的。伸手就能碰到燕子云彩的意思，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。你现在是2级了，2级，我能看来，欢迎大家，感谢雨后彩虹，伸手就可以摸到云。这个在华山上，这个是毫不夸张的，伸手可以摸到云。什么时间伸手就可以摸到云呢？就是有云海出现的时候，有时这个云海感觉你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它的。欢迎贫困户，你也加了，一直想去就是没有机会，肯定有机会的，现在没机会，不等于一直就没有机会。对，关注咱们的，感谢一简人生，感谢韩，感谢忙碌，好高还行吧，不是很高的，感谢夏天的雪。哎呀，今儿感觉人还少啊。从金锁关你要是没我先给你拿上一个，先用一会啊。我不太用我。你多少钱买？哎呀，我明儿来再给你拿一个，你先用一下，能用不能？多少钱买？我给你们钱了呀。不用，你先用。感谢大家，你刚到家就来看我是吧？上华山的话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。感谢过好每一天，感谢灿烂阳光。这是哪里？现在已经走到了王母宫。每次看我直播的时候，就有人拿着你的手机不放。你说的应该都是老爷爷老奶奶是吧？欢迎大家，苍龙岭现在就爬苍龙岭呢。感谢咱们的牛奔奔。欢迎大家。你现在是1级，应该是刚刚加入的。对，黄轩电视剧，我感觉我应该去陕北，装一下陕北人。是的，点击右下角那个可以加粉丝团的。上华山一定要许愿呢，肯定会实现的，心诚则灵。好的，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，用我的直播的视频录屏发了一个，可以的。大家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抖音里面的群聊，我会不定时的在里面分享一些视频，然后都是原图没有水印的，你们都可以去发的。在这儿休息一下，咱们继续的往上走。智取华山路有智取华山路，但是现在这个智取华山路它是没有开放，智取华山路没有开。智取华山路在哪里呢？就在华山北峰缆车下面的一条道，
就叫做智取华山的道路，看到没有？远处这一块就是智取华山的道路。这个道路现在没有开，爬一次华山腿疼7天，很正常的。现在山上这个环境非常的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华山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晴天，现在已经是阴天了。我看预报明天也是阴天。等哪一天天气好的时候，晚上，住到山上，给大家直播一下华山上的夜景。是的，加了粉丝团，你进到我直播间的时候，你们名字前面就会出现我这个名字的。感谢感谢，让心归零。哪天有空走走飞鱼岭，那就不用等哪一天了。今天咱们走一下飞鱼岭，只是担心这个手机信号不好，其他的倒没有什么担心的。今天不走长虹栈道，对你应该也有，是的，有呢。司令部他是在华山的西峰的。欢迎加入粉丝团，欢迎站着等你3000年加入粉丝团。感谢回村里去。最险的是哪里？最险的就是华山南峰的长空栈道。你是几级？你现在还没有等级呢，因为没有加入粉丝团就没有。欢迎大家。对，华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很多人问华山上有没有其他的宗教，华山上只有一个宗教，就是华山。今天去华山论剑那里。今天咱们先走到苍龙岭，一会儿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是对苍龙岭旁边的辅路比较感兴趣。咱们今天从辅路绕过来，再走下来，带大家看一下苍龙岭辅道有什么风景没有。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，那边风景一般化，就是辅路那边。辅道的话，肯定没有主道上的风景漂亮。没有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你看进来的朋友，给咱们的榜1、榜2把关注都点上。榜1的话，一品轩茶叶是我们当地的华山人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里面主页里面，关于华山的视频拍的也是很多，也是非常漂亮。你看榜2的话，这个嗨华山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。如果你们来华山需要住宿吃饭，都可以通过嗨华山可以提前预约的。长空栈道怎么过？有保险绳的，必须要系安全带，还必须是2个人同行，一个人的话是不能走长空栈道的。欢迎石榴妹加入粉丝团。欢迎大家。对，长空栈道它的限制比较多，第一个是年龄限制，第二个还有身高限制，不到1.5米的也不能下去，因为要系一个安全带的。爬过一次苍龙岭，腿软，还想再去挑战一下。现在你爬苍龙岭的话，腿肯定不会软，你跟着我走，你就可以看到。今天华山早上的话有太阳，这一会儿是阴天。飞鱼岭最好景点是哪里？飞鱼岭就是一个景点。对，一会儿跟着我走一下就知道了。怎么进不了粉丝团是吧？你点一下那个粉丝灯牌就可以进来的。看人脸，这一会儿这个人脸已经他是看着往下看呢。来，站到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脸，指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跟在北峰看出来的不一样。这个人他现在已经不再看着咱们了，他是在往下面看，往下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是往下看的，没有正对着你看。感谢凡事感恩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60岁了，他不能走长空栈道的。长空栈道的年龄限制是55周岁，只到55周岁，超过55周岁的就不能下到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去了。华山好美丽，景区也很美。好的，下次来跟我走没有问题的。感谢第3只眼看世界，这是准备去哪里？今天咱们走到苍龙岭上，一会儿从飞鱼岭绕下来，因为很多人没有到过飞鱼岭。感谢大家。多大岁数免票？等你免票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苍龙岭鹞子翻身它都下不去了。免票的时候是65，
周岁以上的朋友，他是免门票的。等到你免门票的时候，这个华山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都已经不对你开放了。卡布奇诺女士的这条道是不是苍龙岭？还没有到苍龙岭，往上走，马上就会到达苍龙岭的。哇，拍的照片，神龟探海。春节前后上去过3次华山。你春节期间前后上来过3次，你是在上面拍视频还是拍照片呢？我在华山的北峰呢，耀子翻身它是在华山的东峰下旗亭那边。对，如果你想到下旗亭的景点，必须先到达，先经过耀子翻身才能到达下旗亭。65周岁他才免门票呢，60岁的话他是8折优惠。对，长空栈道不能开播的，太危险，如果开播的话会一直系统会给你警告的。我上次在这个长空栈道的上面给大家直播呢，然后直接被系统警告了2次。有个平心石，还有个精心石，还有个回心石。华山上神奇的石头它是有很多个的，所以说你上华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，慢慢看。把华山逛完的话，建议你安排上2天时间，基本上把所有的景点都可以转上一遍的。这个叫做御道，经过御道的话，就到了华山的苍龙岭，也是华山的第3险，也是一个天险，比较危险的地方。感谢 LWD， 因为长空栈道那里比较危险。好的，你要去工作了，好的，你先去忙吧，有时间再回来看咱们的直播。在哪里能看到去水印的视频呢？你关注一下我，或者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管理，然后就可以把你拉到群里面去的。欢迎大家。好的，你看这个道路上有水呢，为啥有水？因为上面有雪，这个雪一融化，它就会流到这个路上来。你看这个旁边的话，它还专门刻了一个水槽，专门流水的地方，要不然这个道路上就没有办法走。感谢，爱只为你停留，感谢。回心时你路过，我直播长空栈道你还录屏了，那是在长空栈道的上方。那个升表台那个地方没有下到长空栈道那边去。华山门票的话，它是160。对，飞鱼岭在五云峰，今天走到长空栈道上，还要继续的再往上走上10分钟，才可以绕到那个飞鱼岭上去。是的，很多朋友跟着咱们的直播是从夏天看到冬天，现在的话又会从冬天看到春天，再看到夏天的。感谢向阳微笑。是的，我爱星期六，你天天都看咱们的直播呢，因为你想休假呢。你这个名字就知道，我爱星期六，星期六就可以休息了，是不是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。欢迎，感谢文文爷爷。欢迎大家。哪里人？我就是我们当地的华阴人。哎，给你们也直播一下。哎，站都不稳咋拍的？这个是一个手抓铁链子，一个手拿手机拍的。感谢秋天。今儿人都是少，好。今儿感觉没有演人多，好。看见？糟了。1000。对，到西峰顶的那条道叫做青龙背，
不是苍龙岭，苍龙岭的话它在对面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就是华山的苍龙岭。上山照相，哎，眼前的照角景色苍龙岭。欢迎大家，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今天游客不多的，一早上看都没有100个游客吧。最近的游客都不是很多的。是的，去苍龙岭的路上，马上就会上到苍龙岭上。咱们今天就顺着苍龙岭一直走上去。这个是华山论剑的钻嘛？啥意思？那你游华山的时候，好像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天气渐渐暖和了，游客会越来越多。是的，这个天气越热，人越多。你看这边还提供茶水呢。巨粉看看拜的草野啊。看一下，到这边来的话，也可以喝杯茶。找我们这位帅哥，可以免费喝杯茶的啊。我不喝不走了啊。感谢牛奔奔，欢迎王猛小总管。几年前到了苍龙岭，就是不敢上，没事，今天跟着我，带着你们上一下苍龙岭。苍龙岭上面的话，不是西峰的，它是先到华山的五云峰，从五云峰再继续的往上走，到达的是金锁关。到了金锁关以后，它就可以去华山的东峰、南峰或者西峰了。金锁关以前的话，它都是一条道。啥时候去玩最好？现在来这个时间就不错的。华山徒步爬山不坐缆车，有没有太险的地方？有呢。华山的千尺闯、百尺峡、老君离沟，这3个地方都是你步行登山道上比较危险的地方。感谢灿烂阳光，感谢牛奔奔。欢迎大家，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苍龙岭的下方，现在跟着我，咱们直接上华山的苍龙岭。今天应咱们粉丝朋友的要求，就是一直给大家指对面这个飞鱼岭，飞鱼岭一直没有去过。现在的话，今天带着大家上到苍龙岭上面，咱们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从飞鱼岭给它绕下来。感谢牛奔奔，感谢向阳微笑。对，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千尺闯、百尺峡、老君离沟，那个都是必经之路，就是你从玉泉院爬上山的必经之路，必须从那边走，其他地方现在的话它是走不过来的。5·1的话，如果说大家平时有时间的话，尽量的不要赶在5·1或者11期间来华山，因为那个时候山上每一年的山上人都是特别多。感谢嗨华山，这个平台叫做苍龙岭的平台，苍龙岭下边的一个平台。你看这边的地势也是比较平坦的。如果夏天的话，晚上这边也可以支个帐篷，也可以睡觉的。准备6月份去，在玉泉院徒步上，最早几点可以开始爬？我估计你6月份来的时候，这个爬山的话，应该就不受这个24个小时时间，就不受现在这个时间限制了，应该就是24个小时，随时都可以爬华山的。感谢嗨华山，玉泉院爬山到北峰，差不多吧，一般的话就是4到5个小时，4到5个小时才可以登到华山的北峰。感谢逍遥，汉服免北峰索道单程还是往返？这个等一下我问一下，好像是往返吧？那么险，老人怎么来回走？有的地方危险，有的地方不危险。你在这地方来过，这里已经到了苍龙岭的下方。感谢大家进来的朋友，给咱们也点点屏幕，点点赞。感谢大家。你看没有点关注的，给咱们的嗨华山把关注也点上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，还有咱们的榜一一品轩茶叶，也是我们华山人，里面拍的视频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都是关于华山的风景，拍的非常不错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，
6月份来的时候，我估计应该是24个小时都可以登山的。去年的时候，因为是夏天，因为是晚上比较冷，暂时的就是把这个夜爬华山给它关闭了。可以看到苍龙岭吗？这个必须看到。现在你看，已经走到了苍龙岭的最下方。据说这个苍龙岭的话，它是530个台阶。现在咱们从第一个开始走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数一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530个台阶。以前没有缆车的时候，这个夜爬华山的人比较多。现在有缆车，夜爬华山的人不是很多。再一个，这个最近的话，这个晚上爬山它也是不开放的。如果说你要晚上爬山的话，必须是赶到下午的4点钟以前进入到华山里面以后，才可以夜爬华山的。游客中心现在最早的话7点钟就有车，就可以坐到华山的北峰索道了。如果说你早上准备从山上往山下走的话，这个索道也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都会开放的。你没有走过苍龙岭，走的另一条路，没事儿，没有走过的朋友有很多，一会儿带着大家咱们走飞鱼岭走下来。欢迎华山精武武术，几月份去最好看？这个一年四季它都是各有特色的。小礼物刷一关，小礼物刷一关。感谢咱们的华山精武武术，这上面白白的都是雪的哦。我们走哪边？孩子都睡着了。想看劈山救母，劈山救母在华山的西峰呢。最近这几天没有去华山的西峰，就走这边，这边是往山上走的道。夜爬就是为了早上看日出妹的胎。是的。一般夜爬的话都是为了赶到第二天早上可以看个日出。如果说你不想那么累的话，可以选择在这个山上住一晚上，第二天赶早就可以看到日出的，也是离得非常近。欢迎我1234，感谢咱们的我1234。你这不怎么爬山的，从北峰缆车上，西峰缆车下，能赶上下来的西峰缆车，这个绝对可以赶上。西峰缆车的这个缆车的运行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，所以说这个中间有12个小时呢，你就是减去2个小时，它还有10个小时。一般从华山的北峰走到华山的西峰，最慢的速度不会超过6个小时的。金锁关道长空栈道的话，顶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。感谢灿烂阳光，现在跟着我，咱们继续的往上走。山上住宿的情况很不错的，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嗨华山，咨询一下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。走，现在跟着我一起数一下这个台阶，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数一下，看看这边有没有530个台阶。你看这是第一个。聚仙台那边怎么样？聚仙台现在是我们工作人员住宿的地方。有没有人知道为啥那个地方叫做聚仙台呢？你好，苍龙岭的辅路就叫做飞鱼岭。你看，从这边飞鱼岭走下来的都是从西峰索道，坐西峰的索道，返回的时候走的都是辅路，是吧？你们也是坐西峰缆车上去。对，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苍龙岭从这边就分道了，它是从旁边走下来的。你下周一就从北峰上。好的。苍龙岭不看两边就不害怕，看两边腿软，没事，你跟着咱们的镜头走，把手机拿好，不管看哪里，这个腿都不会软的。走，跟着我往上走。这个苍龙岭上还有水呢，为啥呢？因为道路两旁有积雪。索道的话，看你是坐哪个索道呢？缆车的话，这个是相对的。如果你坐北峰缆车的话，它到华山的北峰顶就是10分钟的时间。欢迎霸气哥加入粉丝团，欢迎你。感谢梅，感谢咱们的我1234。没事，边做饭边看华山。好的。感谢冰雪。据说这个当时的聚仙台
就是我们山下一位砍柴的农民，他是到山上来以后，他也是比较喜欢下象棋的。喘口气。当他走到聚仙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2位老人家在那儿下象棋，他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感兴趣，然后把斧头往旁边一扔，就一直在那儿看，也没有注意。吃饭了，只是感觉说这个旁边的树木，这个叶子一会儿变绿，一会儿落掉，一会儿又变绿。等这两位老人家下完棋以后，他也想起来说我也要回家了，然后去找他那把斧头，一看，哎，怎么生锈了，拿都拿不动。然后当他走下山的时候，去到他们的村，好像是我们山下的王道村。走到山下一看，面目全都变了，然后没有人认识他。再一打听，原来他当年的儿子都已经不在世了，就是孙子也已经是一位老头了。后来他一想，在这个山上只经过了1天的时间，这个山下好像已经过去了成百年的时间。最后他一看也没有人认识他，还不如说到华山上来继续的修道。他就到后来在华山好像说也是修道成仙了。感谢咱们的我1、2、3、4，感谢飘雪，感谢韩寒。对，咱们上去的话是从这个苍龙岭往上走，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咱们走旁边的辅道飞鱼岭，从飞鱼岭走下来。感谢我1、2、3、4。录屏不要着急，咱们再往上走一点，然后再开始录屏。你看，如果你走苍龙岭或者走飞鱼岭的时候，你看对面的山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松树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不是直接往上面长着，它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好像是从拦腰被人给折了一下，但是没有断，没有折断，它是还在坚强的活着，看到没有？感谢南疆飞燕，感谢尾号是055的朋友，感谢牛奔奔。登华山。帅哥肯定是从玉泉院走上来的，是吧？因为我看你们2个这个状态，肯定是爬山爬了几个小时了，走了几个小时了，应该也是4到5个小时吧？没有啊，没有2个小时。2个多小时，那你们2个这基本上是一路走就没有休息。你才进来，到华山哪一条道是最近的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从哪里来呢？还是说上华山哪一条道是最近的？这个登华山的话，它只有一条道，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，从玉泉院那边直接走上来的。如果你坐缆车的话，有北风的缆车，还有西风的缆车。下次能从下面坐缆车到顶的路线直播一次吗？可以的，下次咱们坐到西风的缆车上，一直给大家直播到华山的西峰。哪一条道风光最好，你就沿着玉泉院那一条道一直走上来，叫做自古华山一条道。欢迎侃侃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快乐一家。对，进来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，在左上角这个绿色的蒲公英图案，大家把关注点上。每天下午的1点钟都会给大家直播华山上的美景。从玉泉院怎么去高铁站，这个你只能坐出租了，那里没有公交车直接到达高铁站的，或者你从玉泉院那边有公交车可以坐到游客中心，从游客中心再坐免费的公交车就可以坐到高铁站的。感谢真由美露露，感谢咱们的牛奔奔，感谢大家。走，继续的往上走。走停停，我估计走到这个飞鱼岭上都在2点半呢。你打算明天去？山上的雪已经不多了，这个山谷里面有积雪，这个道路上已经没有雪了。欢迎加入粉丝团，欢迎平安中国。你看现在要录屏的朋友，我站到这个地方，把手机镜头慢慢的转上一圈，大家录个屏。2018年10月份人肯定是非常多。感谢大家。
加了粉丝团，如果不持续看直播，会自动取消吗？这个一般是不会自动取消的。智取华山的电影那条独木桥在哪里？这个没有在华山上，应该在老虎口那一块呢。3月中旬周末晚上来华山看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华山上。坐普通火车的华山后怎么走？坐普通火车的话，它不是高铁，它坐的是华山站，就是我们当地说的梦园火车站。坐到那边的话，你还要坐公交车或者坐出租车，才能到达华山的游客中心，差不多得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上去的话也不危险，也不危险。走，现在咱们是在苍龙岭的中段。继续的跟着我往上走。以前的苍龙岭确实比较危险，两旁的话，你看没有这么高的栏杆，现在已经加高了栏杆，所以说感觉在给你的心理上感觉没有那么的害怕。问一下咱们的榜一品轩茶叶，你现在到桃花源了没有？千石场在哪里？千石场在玉泉院的上面，北峰的下面，过了回心石就会到达千石场的。大声喊的话肯定会有回音的。感谢冬天的太阳。华山在什么地方？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市。感谢韩连家四姑娘。对，华山不难爬的，再搬小茶桌往车上放。好的，一会儿就出发。好的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戴上墨镜爬苍龙岭就不用害怕了。戴上墨镜爬山的话，感觉一直是阴天，保持阴天。山底到山顶要走多久？从玉泉院走到这个华山的北峰顶，需要4到5个小时。从北峰继续再往山上走的话，走到其他山峰的话，还需要2到3个小时。欢迎咱们的一周管理，你好。感谢静云，感谢咱们的我1234。多久到山顶？看你是到哪个山顶。今天咱们只走到这个苍龙岭的上方，一会儿从这个飞鱼岭绕下来。感谢咱们的我1234，坡度差不多吧，就是60、70度。陕西人特好，是的。你敢不敢喝口水？没有拿水。忘了，准备了一瓶矿泉水，但是直播一开始忘了拿。乘缆车上山还要登山，是的。乘坐缆车的话，你可以到达华山的北峰，也可以到达华山的西峰。不管你坐的是哪边的缆车，如果你想转遍4座山峰的话，还需要继续的再走3、4个小时呢。最早的时候没有飞鱼岭下山的，就是现在的游客比较多。如果说这个苍龙岭一边上一边下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容易发生拥堵。所以说，很多年以前就在旁边，你看很多人从那边走下来。这个是飞鱼岭，也叫做苍龙岭的辅路。一般从华山的西峰缆车坐下来的时候，都是从对面的辅路上走下来呢。要喝温水。好的。走，跟着我继续的往。今天还会看开门见山吧。今天咱们看这个直播的时间，如果说赶到4点钟以前，咱们能走到华山论剑的地方，再给大家拍一下那个开门见山。智取华山的老虎嘴，暂时的还看不到。欢迎紫薇加入粉丝团，感谢咱们的一周管理，感谢。感谢浪哥。好的，我看到了。你们都是走上来的还是？走上来的。步行爬山的。今天那边走上来人多不多？不多是吧？帅哥走了几个小时？3个小时。那你们都算是速度走得比较快。感谢害华山，感谢。欢迎董部加入粉丝团。今天到不了华山的西峰，快点走追尾了。没有关系的。这个苍龙岭上，你看，这个
道路也是比较宽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镜头没有对着你，现在对着你。来，你们从哪里来呢？河南灵州，河南哪里？灵州，灵州是吧？对，太行山。哦，太行山，我听过灵宝。对，我们这边离灵宝比较近。不到灵宝，我们从山西那边过来。从山西就是从北边，是不是东北方向过来的？是吧？北路嘛。哦，走北路过来。哦，也是走上来的。走上来的。今天从西峰坐缆车下去。对，厉害厉害，能走上来的都是比较厉害的。我就能看到上班。要是换作是我的话，我是走不上来的。说实话，真的这个体力不行。不要看着每天爬华山，但是不敢挑战这个自古华山一条道上行，只能就是说走下去，顺着北峰一直走到玉泉院，这个可以走的。但是爬上来的话，这个没有想过，暂时的没有计划过。拍一会儿美景录屏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我慢慢的。临县红旗渠是不是？对。哦，那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你们那边的。哦，他刚才说临县红旗渠。灵州是吧？对。哦。感谢大家，慢点走，因为走得太快，第二天腿会疼的。现在感觉不出来。感谢冬天的太阳。来，我把镜头慢慢的转一圈，大家录个屏。现在还年轻，挑战一下。好的。林州就是临县，对。林州红旗渠的故乡。今天不去金锁关的，怎么？你要挂平安锁还是？今天不去金锁关的，今天咱们就走到这个苍龙岭的上方，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旁边的飞鱼岭给绕下来。前天晚上回来到现在还都没有出门了，腿疼的那么厉害是吧？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对，每天登山直播呢。腿疼的在家走都困难，那你这个确实要好好休息呢。所以说登山的时候不能着急，慢慢走，不要着急，不要走得太快了，越走得越快。往后几天这个腿疼的越厉害，走慢一点，别着急。Hello， 你看遇到了我们嗨华山的2位主播。那你是从一会儿走好了哈？你从西峰往下走。好。你往上走呀？我走苍岭山。行。哦，那行，那下好。送你2个好。我们俩。那行。通常游览一天能1个来回吗？可以的。但是前提是你要坐缆车呢，坐这个北上或者西上都可以。登山之前先热身，走得不快。这像一对儿，人家是工作关系。林州会。他妈妈不拆。欢迎进来的朋友们，感谢小辉文案来了，欢迎。你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给咱们的榜一，一品轩茶叶也点关注，也是我们华山人，里面拍的视频非常的美，你们进去可以看一下。还有咱们的榜3嗨华山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。是的，这是华山的苍龙岭，现在走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往下看一下，应该看的感觉不是很危险。一会儿走到苍龙岭的最上方，咱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。走山路确实不好走，欢迎莫见灵梅泉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想看什么呢？你们那里连个土坡都没有，你们那边的？直播呢？你是一对儿，咱走好前哈，前个我2个人。没有，我是两对。一样。一样啊。你的也是酒店管理公司？对。哦。你的也是？哦。刚不是前个，你能认得吗？才前个走呗。我是新来的。好，对，好。一马平川那是在哪里呢？哪个平原呢？华山的门票现在是160。欢迎大家，欢迎进来的朋友们，给咱们的直播间也点屏幕，点赞。就是前几天看直播才来华山的，但是有没有听我说
一定不要勉强，量力而行。华山论剑在华山的北峰顶上，风景都在绝险的处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？无限风光在险峰，但是也一定要量力而行，走慢一点。如果走得太快的话，这个腿会疼的。如果说不是经常锻炼的话，一下走这么多山路的话，等你回去的时候，这个腿最少要疼3到5天。用陕西话说一段，陕西话大部分人听不懂。已经量力而行，坐缆车走到西峰，然后一直在走下来，这个腿疼的还是厉害。不要着急，这个也就是3、5天的时间，它就会恢复的。感谢溜溜。是的，这是华山的苍龙岭。现在站到这个角度，大家往下看一下，看看这个苍龙岭，两旁是不是感觉稍微有点危险的意思？这个苍龙岭我已经来过无数次了，所以说走这个苍龙岭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所以说你们问我危险不危险，要自己来体会一下，肯定给你说不危险的。就是到长空栈道的时候，说实话心里稍微有点害怕，站到那个长空栈道上，心里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。你们也是爬山上来吧？爬山坐索道吗？坐索道上来的。但是这个太绿了。我看走这儿快走不动了，还以为是从玉泉院走上来的。要上来了。欢迎加入粉丝团。上去的时候坐缆车，下去的时候可以走下去。是的，可以从北峰坐缆车上来，然后再走到华山的西峰，再返回，或者说你直接从华山的西峰坐缆车上去。然后从西峰一路走下来，走到北峰的时候，你可以坐缆车下去，也可以从北峰这边顺着自古华山一条道，就是老君离沟那一块，从老君离沟直接走下山，走到华山的玉泉院。录个屏可以的。来，我把镜头慢慢的转一下，从苍龙岭到华山北峰这一段叫做华山的龙脉。感谢欢迎小鹿。看的你又想爬一次了。苍龙岭讲一下韩愈的故事。好的，不要着急。感谢我1234，感谢。欢迎嘴角笑弯弯，感谢风穴寺导游。感谢咱们的我1234。不用谢的，我不是老师的。华山的北峰缆车往返的话，它是150；西峰缆车往返的话，它是280。我们是从东路那里爬上去，从老君离沟下来的，东路那里爬上去。你应该说的是智取华山道。这个智取华山道，从去年开始都没有开放的，前几天下雪了，现在只有这个上面有雪呢。当年的苍龙岭是关于韩愈的故事，是的。韩愈这个故事最有名的。为啥当年能把韩愈老先生给吓哭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看当时的苍龙岭它是没有台阶的，都是像这个样子。你想一下，如果让你在这个上面一直走下去，挪下去，你看一下这个坡度，我估计也会吓哭的。感谢燕子，我才进入你们华山旅游团。是不是准备来华山？欢迎茶妹加入粉丝团。欢迎大家。把你同行的小姑娘也吓哭了。你是说走这个苍龙岭的时候？但是让我说的话，这个苍龙岭现在已经没有多么的危险了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苍龙岭的两旁已经加高了栏杆，不像以前的话只有一个栏杆。那个走起来确实是比较危险的。现在的话，两旁的栏杆加高，走的话心理上已经感觉没有多么的害怕了。华山最好的路线是哪条？最好的路线你可以选择从玉泉院走上来，走自古华山一条道，这个对体力的要求比较高。
也可以选择北上西下，坐北风的缆车上山，一直走到华山的西峰，从华山的西峰坐缆车下山；也可以选择从华山的西峰坐缆车上山，一直走到华山的北峰。可以从北峰这边坐缆车下山，也可以从北峰这边走路下山，都可以。就这几条路线可以供你自由选择的，可以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线路可以走的。这2天我会给大家发个旅游的视频攻略，那个是在我的主页里面也有，是去年发的。你要一直翻，一直往下翻，它才能找到呢。准备今天下午的话，我把那几个视频重新的给大家发一下，旅游攻略你们就可以看到的。感谢王猛小总管。鹞子翻身那个地方，你说的那个对身高其实没有要求的。说实话，鹞子翻身那里为啥感觉比较危险？因为就是你下去的时候，脚看不到你是在哪里踩的，就是感觉这个脚会一直踩空的，所以说看着是比较害怕的。欢迎30，北上西下，西上北下，哪个轻松一点？如果说要轻松的话，那肯定是西上北下，因为你走的一直都是下坡路。这个肯定是比较容易、比较轻松的。对，坐北风索道上来的话，走到西峰去的话，这个苍龙岭是必经之道。如果说你不敢走苍龙岭，从旁边的辅路绕过去也是可以的。转一圈录个屏，可以的。你看进来的朋友给咱们的榜1、榜2和榜3都点点关注。榜1的一品轩茶叶是我们华山人，里面拍的华山里面的风景视频非常的不错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到主页里面，可以去欣赏，可以去看。榜2咱们的这位我1234大哥非常支持咱们的直播。还有榜3的话，嗨华山，这是我们华山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，如果说你们来华山需要在山上住宿吃饭，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榜3嗨华山，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号可以提前预订房间，都可以的。感谢启航78784，走，跟着我继续往上走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的话一会儿从飞鱼岭它还绕不下来了。鹞子翻身的话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害怕。如果说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挑战一下，不用害怕的。飞鱼岭走起，好的，大家给咱们直播间，点点屏幕，点点赞，点击右下角就是点赞的，点击左上角就是点关注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左上右下。哎呀，说实话，这个不喜欢往上走，还是喜欢走下坡的路，比较容易，比较好走。但是在生活中，大家千万不要走下坡路，一定要往上走，往高处走。你看，现在走到了这个韩退之投书处。韩退之是谁呢？就是咱们唐朝的一个大文豪韩愈先生。当时把那个书信可以简称就是叫做书，跟现在的书不一样，书信。现在写信就是写信了。对，我这是上坡也走，下坡也走的，这是爬山的。爬山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走这个下坡路，走下坡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。一路上碰到主播3次是吧？想起来了，你们是不是从华山的西峰，在金锁关那里碰到了，然后一直走到华山的北峰，华山论剑那个地方还碰到了是吧？对，天气比较好，今天这个能见度也是比较高，虽然说没有太阳，但是看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。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苍龙岭的最高处，往上走的话对这个体力的要求比较高。上坡容易下坡难，这个看怎么说呢？如果说你直接是坐缆车上来，你再走下去，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。如果说你是走上来再走下去，
因为走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把力气都用光了，你再走下去的话，这个就感觉说下去的时候比较难走。要我说的话，可以选择坐缆车上来，一路走这个下坡路走下山，还是比较好走的。是的，路很陡，下去伤腿，是的。来，我把镜头慢慢的转一圈，现在是在这个苍龙岭的最高处，大家在这边录个屏，咱们就要去飞鱼岭了。今天去北峰华山论剑嘛，如果咱们走到华山的北峰，不超过3点半的话，咱们一定去华山的北峰顶。华山论剑所在的地方，也一定会带大家去拍一下那个开门见山。对，今天4点钟以前要下山了，昨天的话是3点，今天是4点。可以在山上住一晚，第二天下山的苍龙岭，这个是单独的一个景点。如果你非要说它是哪一个峰的话，这个就属于华山的北峰，因为苍龙岭是离北峰最近的一个景点。聚仙台可以去的，虽然说是我们工作人员住宿的地方，但是你也可以去参观一下。来，大家再录一下屏。你看，从华山的北峰顶。一直到这个华山的苍龙岭这一块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两旁都是悬崖的，两旁都是悬崖。你看这边是悬崖，这边也是悬崖，都是非常高的。对，大家录一下屏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左上角点击绿色的蒲公英图案，大家就是点关注的，给咱们把关注点上。每天下午的1点钟，只要你有时间，拿出手机打开抖音，都可以欣赏到咱们华山上的美景。不管是刮风下雨，现在这个天气我估计下雪应该是不会再下了。往下看腿陡，是的，去年应该是不是觉得危险，因为手里拿的手机直播的时候，当时我直播间的人还比较少，当时只有几十个人，不超过100个人。我从华山的北峰顶一直走到这个苍龙岭上，没有停。那一天粉丝好像涨了有100个，那一天非常高兴，那是涨得最多的一次，就是去年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，走到苍龙岭这个时候，当我往下走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头有点晕，因为走路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盯着这个手机屏幕看的，应该是看晕了。然后坐到这个台阶上，最少休息了5分钟，才缓过来，才慢慢的走下山。所以说，大家登山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走路不看景，看景不走路。斑马，这个不是韩信，这个是韩愈老先生的故事。你看，大家在登山的途中，不管是这个东西，不管是你要还是不要，一定不要随手往这儿一放。这位朋友应该是把手套忘记到这边了，为啥？因为爬山的话肯定都是比较累，随手把东西一扔，这个当你起身走的时候肯定会忘的。第一次我从华山的西峰直播走到这个苍龙岭的时候也是非常累，当时是去年的夏天，把这个眼镜放到这个苍龙岭上，然后走的时候就给忘记了。给大家讲一下韩愈老先生韩愈投书的故事。感谢感谢姨，感谢甜甜。你看进来的朋友给咱们的榜1华山一品轩茶叶把关注点上，还有咱们的榜2我1234。榜3的话嗨华山，这是我们华山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。主播干嘛呢？现在正在登山途中，刚刚走到苍龙岭的上面，给大家讲一下韩愈老先生投书的故事。当时投书应该就是往下扔了一封求救信。上面没人，出发了。好的。你看当年的韩愈老先生，他是反对当时的皇帝迎接佛骨，被贬官了。他经过这个华山的时候，在山下刚好遇到了他的侄孙韩湘子，应该不是正好遇到，是人家韩湘子，也是八仙中的那个韩湘子，就在山下等着他的韩愈爷爷，在那儿等着呢。因为老人家心情不好，说我带你上华山散散心。
韩愈老先生说华山这么陡，怎么上去呢？韩湘子就说你跟着我走就可以，把眼睛闭上。他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等他眼睛睁开的时候，已经到达了华山的东峰。然后韩湘子陪他转了一会儿，说那你慢慢的在山上转吧，我就先下山了。然后这韩湘子他就去云游去了。等这韩愈老先生在华山的东峰、南峰、西峰转了2-3天以后，想起来要回家了，顺着山路往下走，走到苍龙岭这个地方。当时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阴天，云雾缭绕。当时的苍龙岭它是一个台阶都没有，也没有栏杆，就只有岭脊。当时的人上来下去的话，基本上都是骑到这个尖尖的岭脊上，好像是挪上来的。当时韩愈老先生一看这个苍龙岭在这个云雾中，它是若隐若现，就像一条巨龙一样，当时把他就给吓哭了，心想着今天可能要葬身于此了，下不去了怎么办？掏出纸和笔，然后就写了一封求救信，扔下山去。刚好我们的华阴县的县令带着他老婆，就是在山下那边有个九天宫，就是九天玄女宫那一块，也是在那儿游玩呢。然后就捡到了韩愈老先生扔的这一封求救信，一看还是咱们的大文豪韩愈老先生，赶紧派人把韩愈老先生就给救下去了。以后这就成为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韩愈老先生当年给吓哭了。后来还有一个叫做赵文备的老先生，据说他是100岁上到华山上，走到苍龙岭这个地方，听到韩愈当年被吓哭的故事，他就哈哈大笑说我都100岁了都没有感觉到害怕，竟然把当年的大文豪韩愈老先生给吓哭了。这边还有一个赵文备笑韩处，但是后来经过咱们的很多历史学家的考证说，人家韩愈大文豪都不害怕这个皇帝，怎么能被这个地方给吓哭呢？肯定就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一天也是云雾缭绕的，被这个景色给震撼住了，感觉这个景色非常的美，一时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，所以说放声痛哭一场，也是非常开心的哭了一场。华山是的，我的辈分挺高，我的辈分招字辈的，是的，挺高的。你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高兴的时候，反而就是说流眼泪了？这个应该叫做喜极而泣，就是非常高兴的时候反而给哭了。走，现在大家跟着我继续的往上走，咱们走到这个上面有一个岔路口，从岔路口直接可以走到走到这个飞鱼岭上。感谢大宝，道观在哪里？你从华山的玉泉院走上来，走到华山的西峰，沿途有20余座道观呢，道观也是非常的多。华山它本身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感谢京西传媒，感谢平安中国。这是哪里？这是苍龙岭的上段。再往上走的话就是五云峰，咱们今天不去五云峰。从上面有个岔路口，咱们直接走飞鱼岭，一会儿就走下来了。录个屏再走，感谢京西传媒。用的是苹果，感谢京西传媒，欢迎夜猫子，欢迎大家。对，进来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点击绿色的蒲公英图案，把关注点上。你好，感谢京西传媒。你看，很多朋友他看咱们直播的时候，往往就只顾看风景，忘记了点关注。等你第二天再想起来再看，再找咱们这个直播的时候，不好找。长空栈道它是正常开放的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对，上面左上角点关注，下面的左下角它是点赞呢。感谢咱们的 A 神仙，感谢一亿，感谢悠悠家的茶园哥，感谢大家。
你看走了这几步路就感觉比较喘。对，加宽的台阶，这个是水泥道。华山的门票现在是160。你姓曾是吧？这个再往上走的话，就到五云峰了。还有几步，应该有30-40步吧，快到了。比较好走，这个就是比较费体力。你看，就是从上面这个岔路口，咱们一会儿也跟着人家从那儿走下去。一鼓作气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你去上班吧。感谢尾号是302的朋友，感谢富贵花开。车里蓝牙听我讲，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感谢大家。你是岳不群吗？对，咱们走上去，从左边，从飞鱼岭走下去，马上就到岔路口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本来这个桃花都要开放了，一场雪下的，直接又从春天进入到了冬天。一般的话下这个苍龙岭都是要从旁边辅路走过去呢。感谢随缘，感谢害华山。华山你看吧，你跟着咱们的直播一直走，你觉得有没有比较陡峭的地方？没公里了啊！没公里了，只有1公里了。没有多远了，现在只有大概5分秒。走到西峰也就是1个小时。上一个山就到了，挺快的。上次走这个飞鱼岭，用的是另一个手机信号，不是很好。这次的话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听我的喘气声，因为我是走的比较快，比较累，但是不是害怕。道观里的吃的水怎么办？有专门的人可以挑上来的。欢迎大家。好的，在这儿歇一下，继续的再往下走。大家看一下，从西峰走过来的游客还是挺多的，从西峰走下来的人还是挺多的，看到没有？都是从西峰走下来的。这边的不是苍龙岭，这边这个叫做飞鱼岭，是苍龙岭旁边的辅道。一般下山的时候，它是不经过苍龙岭的，是从旁边的辅路绕下来的。不是华山，不是华山的导游。去西峰有路标，有的，每一个岔路口都有路标呢，你注意看就行。只要遇到大的岔路口，都是有路标，非常清晰的指示着你要到哪里去，指示的非常清晰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咱们继续的往下走。其实我感觉走这个飞鱼岭绕的比较远，走苍龙岭的话下去的话比较快。就那一段路直接就下去了，但是飞鱼岭这个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平坦，比较好走的。不用谢的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华山的苍龙岭。下山不让走苍龙岭的，是的，下山只能从飞鱼岭这边绕过去。但是咱们可以走，今天咱们也不走苍龙岭，也走这个飞鱼岭，从这边走下去。大家这个没有来过的地方，好奇心都是比较强的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下这个飞鱼岭这条路上的风景怎么样。华山到处都是风景的，景色比上午直播华山的好看多了。这个早上的话，有可能是由于太阳光的原因。你看，
大家站到这个角度看对面的卧佛山，是不是感觉这个人头跑到这个梁张山的南边来了？如果你站到北峰的话，看这个人头是不是在梁张山的左边呢？大家可以把这边可以截一个屏，一会儿走到北峰的时候转过来，你再看一下这个梁张山和卧佛山这个位置，看看是不是不一样。感谢富贵花开，感谢这个风穴寺导游。风穴寺在哪里呢？门票的话是160。欢迎进来的朋友们，给咱们的榜3害华山把关注也点上，这是我们酒店管理公司的一个抖音号，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号，你就可以直接在山上预约住宿什么的，都可以。感谢京西传媒。门票的话是160，河南离少林寺挺近。好的。有机会也爬华山。华山一天的话，如果你要走完的话，你要坐缆车呢。如果说你是徒步上下的话，一天的时间会非常累，时间上也是非常紧张的。有雪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你看这边信号不是很好，这一会儿已经信号卡顿了。你看刚才那一段路就没有信号的，现在大家知道了，一般不从这边走的话，也是这个信号不是很好。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松树，山上信号一般信号都是好着，只是个别的地方信号不是很好的。65岁了可以游华山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你看咱们站到这个飞鱼岭上，感觉这个梁张山离的是非常的近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度，看一下。每天都看我的直播，回忆过去登山。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来一次。苍龙岭上面现在没有道观，苍龙岭的下方有一个道观，叫做都龙庙。半个月1个月爬这个山，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，1个礼拜就可以慢慢走，2天走一个山峰。你一天爬一回嘛？是的，每天都上一次山，一会儿在山上，一会儿在山下。咱们在山下这个直播的时候不是很多的，偶尔在山下直播呢，一般都是在华山上给大家直播呢。你看现在站到这个飞鱼岭上，大家已经看不出来对面梁张山那个人脸在哪里了。应该这个飞鱼岭上感觉跟这个梁张山这个海拔应该差不多，但是绝对没有对面的山峰高。这个飞鱼岭好像是2003年才开通的。崔道长的话在山下，在这个下面王母宫那边呢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去华山需要爬多久？如果说你纯爬山的话，从玉泉院走到华山的北峰，需要4到5个小时。65岁以上的朋友，门票都是免门票的。来，大家就这个角度，大家录个屏，因为这边咱们不是经常来的，你们不往上走了。我怎么还没说？他们说还要走3小时。他们骗你呢，顶多1个小时。感谢。上面应该都差不多了。那差得远了。我这天天，你看，要是上面景色好的话，你做主播，你也要跟你粉丝去那个介绍。我这一天是转1个峰，如果我转上面的话，你是不是看我不走了？感觉上面风景不行。今天我转的是北峰。欢迎华山品质烧烤。欢迎，我的快乐很快乐，这个名字有意思。感谢害华山。
你看没有点关注的，给咱们把关注点上。有花开吗？一会儿走到华山的北峰上，你们就会看到桃花朵朵开的，就可以看到，山上没有缺氧的感觉。你到北峰才有2个小时，那你算走的是比较快。石头山是的，秦岭山脉都是石头山，尤其是华山，它是一整块石头。旁边的你看这个梁张山，它也是一整块石头。对面的大家看到没有？对面的这个白云峰，它也是一整块石头。欢迎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们。对，还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在左上角，把关注点上。看直播的同时点上关注，下次我在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收到提醒的。给我点赞了，好的。去年徒步不让上，你应该是8月份来的，8月份的时候来，给你让下。8月份来的时候，因为那几天是有雨，预报的有可能有暴雨，所以说徒步登山，它是临时关闭了，好像是8天还是10天都没有上山。我们工作人员都没有上山。感谢害华山，感谢无知人。下方3个白点打开录屏，是的，来，我再慢慢的转一圈，大家录个屏。来，点击右下角的3个小点，大家可以再录个屏。介绍一下华山线路怎么游玩，你可以选择坐北峰的缆车上山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经过金锁关，到达华山的东峰、中峰、南峰，最后到华山的西峰。转完华山的西峰，从华山的西峰直接就可以坐缆车下山了，这个是叫做北上西下。走，继续的往下走。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你看刚才还有一个游客朋友从这2个石头缝隙这儿钻过去，到那儿看风景去了。可以看的，但是这个风景没有在上面看得好。去年上到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，这个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都会临时的关闭的。如果说受天气的影响，有可能比如说下雨、刮大风或者下雪的时候，长空栈道都是不会开放的，都是不会。